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哥啊，几日不见，甚至想念啊，我回来填坑了。大家在了解完了5月7日那期视频之后呢，讲述了杜比世界这个标准之下呢，有那么多细分的内容之后呢，是不是有点绷不住了？怎么这么多弯弯绕绕啊？杜比实验室怎么这么坏呀？那么有没有一个既简单又强势英雄啊，能够直接通关杜比世界呢？有的，兄弟，有的，就是一台在2021年发售的电视盒子，腾讯的极光盒子4 Pro 4+64G，现在在海淀市场的二手价格在300到400元。它本身呢是一款平平无奇的盒子，但是呢它搭载了一颗传奇的 SoC。京城的 S905X4-J， 那在2024年呢 ，CE 团队呢宣布了 CE 系统呢已经可以在搭载了 S905X4 这颗 SoC 的设备上呢播放 FEL 的杜比世界，也就是 P7 封装的 BL 加 EL 加 RPU 的满血的杜比世界，且 EL 层呢内包含将 BL 层的 YUV420 10比特的内容呢增强为 YUV422 12比特的增强数据，这有点牛逼了。那在上期杜比世界视频里面，我们提到过 ，P7 是专门为了蓝光播放器设计的封装方式。P7 呢，目前仅授权给了蓝光播放器，其他设备呢遇到 P7 像 Apple TV 加 Infuse 那样降级为 HDR10，要么像蜘蛛那样呢通过技术手段提取 RPU， 通过 LDV 输出单层杜比世界。那么像部分安卓盒子那样只留下了 HDR10， 然后自己根据算法生成一个 RPU， 假装自己是杜比世界。在正式聊这个盒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杜比世界呢有几个方案 ：PC、蓝光播放器、支度、Apple TV、安卓盒子电视啊。我们且聊一下它们的优缺点。在聊优缺点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提几个概念啊，就防止有些观众听不明白。杜比世界，我们上一期视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里呢，我们额外提一个杜比世界的 RPU 的版本，分别为 CM 2.9 和 CM 4.0啊。简单来说呢 ，CM 4.0 就是 CM 2.9的升级版 ，RPU 呢有更多的指导数据，是指导显示设备显示出更好的画面，且呢它向下兼容 CM 2.9，现在以及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基于 CM 4.0的杜比世界的影片。然后呢，我们再提一个音频方面的概念啊。音频直通，也就是音频不通过播放设备解码，那播放器呢直接将音频传给回音壁功放，由他们解码后呢传给扬声器。如果解码由播放设备来处理的话呢，由于商业授权啊、播放设备的限制、播放器偏好等原因呢，播放设备会丢弃部分数据，甚至呢会改变部分数据。他觉得你的声音不好听，按自己的想法给你改了一个他认为好的版本再发给你，那导致音轨的格式降级、声道的信息丢失、细节丢失的问题啊。比如说看你的时候呢，听着人声很小，但是背景音很炸啊，或者后环绕和天空声道直接就没了声。当然不同设备的音频直通之间亦有差距。我们这次只聊支不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来聊一下上述几个方案的优缺点吧。首先是 PC 虽然说看起来 PC 的成本很高，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它，不需要额外的购置。就是如果要连接电视的话呢，就有些麻烦了。PC 的优点是它的性能和开放性，基本上是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特效字幕支持问题，超分和补帧等操作呢，可以不依赖显示设备。缺点就是特别的折腾。那上限很高，下限也很高啊，不仅需要自定义的选项特别多啊，微软商店里的那几个相关的插件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甚至得重装系统才能解决，而且没有 P7 授权和标准的杜比世界，上限呢也就是到低延迟的杜比世界加单层的杜比世界。所以说你喜欢折腾就喜欢这种折腾的感觉，且无所谓什么单双层的杜比世界啊，什么 STD DV、LLDV， 或者说你想要看的特效字幕以下方案兼容性呢，或多多少少有些问题，那就用 PC 否则都不太建议。当然这个前提是看杜比世界。那普通的说，你看看 HDR10和 SDR 内容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就算是版本遥遥领先的 America 电视剧的圆盘也只有 SDR 1080p 的，也是一抓一大把。特别是动画片用 PC 看优势巨大，像是超分补帧特效字幕等都是 PC 的强项。这些呢，也就是动画片比较需要的。其次是蓝光播放器，就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看的 DVD 机把碟放进去就能看电影了。优点由于杜比世界的 P7 是专门为它设计的，所以说它一直以来在大家的认知里都是观看 P7 圆盘最好的设备。至于缺点那就是它需要破解才能去挂载观看数字版的影片系统的体验呢，相较于其他几个很
差，而且由于本身设计出来就是放光碟看的，所以说播放 MKV 的视频格式时可能会出现点小问题，基本上就是可以告别除了圆盘以外的格式啊。这2点其实还算是小打小闹，它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直接杀死它在鄙视链中顶端的位置，那就是它只获得了 CM 2.9的授权，是不支持最新的 CM 4.0的。那随着支持 CM 4.0的影片越来越多啊，蓝光播放器的优势会越来越小。不过能流畅观看蓝光菜单和双层杜比世界的独此一家。且因为其良好的电路设计它的音质理论来说呢，在一圈里面也是最好的。现如今高端观影还是离不开它，而且有脑放的加成作用毕竟吹的最多的也是它。再者是知度，应该算是安卓盒子的代表了代表型号是 Z9X 系列吹子最多的型号之一。同类型的还有杜恩，主要优点就是它精美的系统，还有它是为数不多能流畅观看蓝光菜单的方案。至于说缺点嘛，还是没有 PC 授权，没有办法去播双层的杜比世界，只能通过技术手段降级为单层。而且我们查询了一些发烧友的测试呢，那至少 Z9X 系列是不支持 STD DV 的统统都是 LLDV。两者的区别呢，我们在杜比世界视频里面有个详细介绍接下来说就是 LLDV 可能会发生映射错误，导致画面没有 STD DV 的准确。而且知度呢也没有说自己是 STD DV全是锤子在那面捧。究其原因都是这个设置选项导致的。知度呢可以设置杜比世界的输出模式，可以选择 TV LED 算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吧。人家从来没有说自己处理杜比世界是 TV LED 模式 ，LDV 处理完了再假装成 STD 包发给电视，怎么就不叫 TV LED 输出模式了呢？当然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知度能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出双层杜比世界的 RPU。有损转成单层杜比世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技术，但实际上在整个的安卓生态中呢，像是知度的部分型号以及其余的安卓盒子的部分型号，他们在处理 PC 的时候呢，会只保留必要层，然后通过 VS 引擎转成杜比世界输出给电视，这样就能成功的点亮电视的杜比世界标了。效果呢，相当于一部 HDR10的影片，然后呢，开了电视的动态色调映射。导演在 RPU 中想表达的信息呢，基本都被丢弃的。现成的 RPU 呢，是播放设备自己算出来的。如果说你很喜欢制作系统的，而且很喜欢看蓝光菜单不看双层杜比世界，也不在意 LDV 和它对 P7 的处理方式的，那么选它准没错。主要是这个蓝光菜单太关键了。然后是 Apple TV 我们就和 Infuse 捆绑来说吧。上一期的杜比世界视频里面就没见过几个吹知度的反而是吹 Apple TV 的一大堆着实让人想不到。你别看 Apple TV 它的性能很高其实它本质上呢是个流媒体盒子，国外的最高流媒体的认证几乎都有，唯一一款能看网飞 4K 主界面的设备。苹果系的优点它都有就不细吹了，还能当家庭中枢和旁路由。至于说为什么我要去刻意提及它的定位是流媒体盒子因为它是我们聊的这些设备里面唯一一台不支持音频直通的。你的家庭影院如果用 Apple TV 去当播放设备那你的回音壁和功放基本算是自断一臂了。那某些大 V 呢用 Apple TV 加 HomePod 输入就没有蹦住了。同样呢 ，Apple TV 没有 PC 认证 ，Infuse 出于商业角度呢，会直接降级为 HDR10。再然后是安卓盒子电视加 Kodi。Kodi 呢极大补全了盒子电视本身自带软件的解码能力，但是同样呢还是没有 PC 授权，且不同的电视、不同的盒子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鱼龙混杂、歪歪绕绕和坑太多了。知度就已经是顶峰了其余的只会更烂。这里额外提下的英伟达712的 TV 当然也是和 Apple TV 齐名的顶级安卓盒子，最近不知道怎么就有些销声匿迹了。和 Apple TV 一样，都是支持 STD DV 的。最后呢，就是安卓盒子加 CE 的 ，CE 就相当于 Linux 版的 Kodi。安卓的 Kodi 对于播放设备的压力比较大，而 CE 呢则对设备的性能需求很低，所以像不到100元的摩百盒和 N1也能玩得很好。这里我们主要说 S905和 S92的 CE 版。CE 团队呢，根据其 SOC 的漏洞呢，破解了 P7 授权所以说这是除了蓝光播放器外，唯一支持 P7 的播放设备了。支持 SCD DV， 支持 CM 4.0， 支持音频直通，对特效字幕的支持也还行。如果要只选一台设备当播放器的话，那么 CE 是必选之一，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就是说，如果你想玩蓝光菜单的话，蓝光播放器和知度呢还是唯二的选择。虽然说 CE 支持但是体验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且它本身的系统 UI 动效逻辑也比不上知度、Apple TV 这些大厂那么优雅毕竟 Kodi 这种反人类播放器大家懂的都懂。还有一些小 bug 也是难免的，这里还有一个硬伤
就是 CE 不支持倍速啊。对于刷剧比较多的人来说呢，倍速还是比较重要的功能。某些不喜欢看但是包含剧情不得不看内容啊，就没有倍速呢，就简直就是折磨了。下面呢，我们来列一个表，总结一下这几个方案的优缺点啊。就特别喜欢特效字幕的啊，不想额外购置设备的，就不在乎单双层杜比世界的，以及杜比世界的输出方式的，就选择 PC。那特别在意蓝光菜单和双层杜比世界的，比较在意音质的，那平时只看一些最顶级的圆盘片源的啊，不碰其他格式的，就可以忍受它不支持 CMC 的零和倍速，那么就选择蓝光播放器。那特别喜欢蓝光参观，比较在意系统的应用程度，不在意双层杜比世界和 STD-DV 的，那么就选择支度啊。想要用花费最低的方式实现尽可能高的效果，安卓盒子、电视加 Kodi CE 的方式，性价比很高啊。具体盒子要自己研究了啊。剩下的呢，像 Apple TV 的话，能忍受它不支持音频直通且不在意双层杜比世界，还是非常好的选择的。系统的体验是断崖式的领先啊！苹果用户的首选呢，最后就是我们的 S905、S92的盒子加 CE 的。如果说你不是蓝光菜单的死忠粉啊，能够忍受它的系统美化程度比较原始，特效逻辑呢有些反人类不是那么好，还有它偶尔的小 bug， 以及它不支持倍速，那么选择它啊，应该是你观影的最佳播放设备了，直接通关杜比世界和次时代的音轨，无需关心任何支不支持的问题。当然啊，没有完美的设备，只有适合的设备，哪个适合你你就买哪个。那除了蓝光播放器贵点外，其余都不贵啊，不差钱的话可以都买一圈，看哪个效果好就去切哪个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细看这一台仅售300到400元的腾讯极光盒子4 Pro 表现到底如何吧。盒子到手之后呢，先要刷机啊。目前 CE 是写不进 eMMC 的，也没有蓝牙和 WiFi 驱动啊，得去插网线用。遥控器呢，可以通过 CEC 使用电视的遥控器啊，或者说20块钱买一个2.4G 的遥控器。因为 CE 是写不进盒子自带的 eMMC 的，所以说我们得先找一个读写速度快的 U 盘，或者说是 TF 卡加读卡器，硬盘加硬盘盒都行，容量不小于8G 就成啊。因为读写快的这个 U 盘啊，性价比略低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就选择了固态硬盘盒加固态的组合。固态硬盘盒用的是 JMS 583的主控，硬盘用的是10块钱的二手16G 的奥腾 M10，大概是18年英特尔拿出来做所谓机械硬盘加速用的啊，当年也是快200块钱的东西，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产品吧，总共花费不到50块钱。如果说你也想买腾讯极光盒子4 Pro 玩玩呢，建议选择和我们同主控的硬盘盒啊，其余的多少会有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到 CE 的官网下载最新的 NG 镜像，并且写入到硬盘中呢。写入成功后呢，我们插拔一下硬盘盒，进来硬盘盒里的 Device Trace 文件夹啊，来找到这个文件，将它复制到根目录，并且将名称修改为 DTB.img 啊，然后我们再来到 CE 论坛去下载杜比的补丁，将补丁丢进盒子的根目录。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盒子的默认系统啊，设置里打开开发者选项，然后到开发者选项里去开启 USB 调试和 OEM 检索。再然后呢，我们把硬盘盒插到盒子的蓝色 A 口上，拿个头尖尖的东西呢，去按住 AV 口里的按键，再给机器通电。待电视机亮起 CE logo 的时候呢，再松手，耐心的等待系统启动。现在的电视盒子啊，默认就是启动了硬盘盒子里的系统了。接下来我们面前就是一个 Kodi 的啊 ，Kodi 咋玩它就咋玩。由于电视盒子啊本身它并不带开关，所以说只能通过 CEC 和电视一起开关机，或者说呢干脆盒子就别关机的啊，1年也就几块钱电费。我们进来系统之后呢，设置系统输入外设 CEC Adapter， 把这里的电视关闭时改成暂停播放时即可。然后我们来到最下面这个 CE 的设置啊，这里默认显示是 TV LED， 也就是 STD-DV 了啊，说明杜比的补丁生效了。然后呢，就可以在主页的资料库里添加网络文件了。我们这里添加一个 NAS 的 SMB 链接，首先来段经典的女人视频。对比于 HDR10，我们可以看到含有 RPU 的杜比世界在这个地方会爆闪，而 HDR10呢则不会。而对于单层的杜比世界呢，还有一摇层的双层杜比世界，可以看到女人拿着相机的内容啊，单层杜比世界则什么都看不到。接下来我们播几个片段，大家鉴赏一下，主要是看一看流畅度。毕竟我们的 SDR 的视频啊，无法展现出真实的肉眼的观感。既然说到这张影片呢，那肯定呢就是需要一个好的显示设备。小米呢最近就新出一款极破27U 的显示器，画质很高，4K 160赫兹和 1080P 320赫兹双模，1152个分区的 Mini LED HDR1000，还自带了一个电视系统，可以支持杜比世界。那相当于传统的显示器就有了更多的可调选项。小米科技家电
628红米显示器款款都是劲爆价，政府补贴至20%，具体优惠可以见详情各大官方渠道。好了，那我们回归正题啊，首先是最高规格的双子杀手。 圆盘的4K 60赫兹 P7 M1L， 主对应的码率101.51兆啊。其次是变形金刚3月黑之时的圆盘的 P7 F1L， 主对应的码率86.31兆。 没有 PG 授权啊，肯定是播不了这俩的。想体验这种顶级的片源呢，那只有蓝光播放器和 CE 可以播了。那它具体顶级在哪里呢？啊，首先码率是实打实最高的，但是画质能不能看出来差距就见仁见智了啊。毕竟杜比世界的核心是 RPU， 不然也不会是在 P5、P8才是现在的主流了。然后呢，就是画面的准确性。从原理上来说呢 ，HD DV 应该就是原汁原味了，那传输过程中也不会损失什么信息。但是总有人能看出来这样或那样的区别啊。如果真的有区别，也不知道谁是对的啊。毕竟没有几个人有监视器去作为标准对比啊，有点嗨翻的那个味道了。这里呢，我们再播几个蓝光播放器不太好播的，就是 MKV 格式的 P7 F1L 的《权力的游戏》。 Speak for King Tommen of House Baratheon, first of his name. The gods don't recognize his authority in this matter. MP4 格式的 P5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论壁画。MKV 格式的 P81的人声切割术。Maybe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on this. Together, doing what exactly? Finding out why there are goats. Finding out. 我们上面挑的这些片的话，基本上囊括了市面上所有的杜比世界格式。可以看到 ，CE 基本上都是信手拈来。上次看到能这么无敌的提醒呢，还是能视听5秒的白金之星。上次我们在 LG 记录的视频里呢，还演示了 CE 的 CPM 分支，可以在播放信息中呢看到更多内容啊。这里我们用明斯克大佬修改的 CPM 的镜像和 Confluence 的皮肤，同样演示一下。 当然啊 ，CE 的缺点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上面播放这些片里就有一些小 bug。SoC 为 S905的盒子播放圆盘 P7 F1L 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拖动进度条呢，它就不会缓冲或者幅度很小啊，这个就会非常卡，得左键把进度条往前拉几秒啊，它才能正常的缓冲。然后呢 ，CE 对于 MKV 的特效字幕的支持是比不上 PC 的，对于圆盘的特效字幕的支持也比不上蓝光播放器。 蓝光菜单呢虽然可用，但是拿个遥控器呢肯定是不太好操作的。还有就是 CE 相当于知度和 Apple TV 呢不那么美观的 UI 和直观的逻辑啊，毕竟是和 Kodi 一脉相承的。如果只是像我刚才演示那样直接播放的话，也不需要什么折腾了。如果呢想整个系统更加顺手一些呢，就得多花点时间去折腾了。如果说你喜欢观影，那么腾讯的极光盒子4 Pro 一定是最值得购买的设备之一了啊！400块钱解决所有杜比世界和次世代的音轨。 记得买之前看一下机子背后有没有这个3C 认证，没有的话呢，观看1080i 的内容可能会花屏。那它有个大哥搭载了 S92X-J 的 AM6B Plus， 那个体验呢会更好一点，不过价格翻了1倍。大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购即可，但还是最好选择呢还是我全都要。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不到400块钱的腾讯极光盒子4 Pro 呢？如果都没有哪个小堂跟大家，我们是全 YouTube， 你们简单动分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哥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让淘在铺传工作数码。这是传哥，我们下见，拜拜。